因为我有经历过失败嘛，我有经历过投资赔钱，赔到什么程度？负对，这个可以直接下标这个很励志。大家好，我是 Blair， 我是上午线上航路的 Ted。终于创业专访又有一集新的，因为我其实还蛮难遇到，就是可以跟我聊，然后又愿意上镜头的，算是老板或者创业家，蛮多人不想讲。对。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有点是经验分享啦，然后很多事情是有时候真的创业过来，就是走过来的老板才会知道辛酸血泪路程。今天在这个棚，大家觉得超级漂亮，很专业，还有3颗镜头又有3景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我刚刚来，我惊呼很多事情，就是原来Ted有做，我以为只有做那2样3样，发现还有7、5、6、7、8样。那其实我在这个访问的同时，我也蛮想要知道很多事情的。可以啊。在那之前，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了。其实我的本职是做房地产起家的。那当然，现在大家给我的标签叫做商务线上商务的主持人，对，创办人、老板人，对，随便。但是其实我自己是房地产待了15年，算是比较接近完整的产销经验。那产就是生产嘛，所以我是从土地开发开始做的。那我待过营造。我带过建设公司，后来做过代销业，对，所以有这样子的产销经验，到现在15年了啦。然后我是差不多在5年多前创办三五线上商务的这个平台、这个品牌还是这个 YouTube 频道，算是创立这个 YouTube 频道。应该说现在的东西都是从 YouTube 频道去延伸出来的。OK， 那你当时怎么想要开一个频道？就你做房地这么久，就你当时的初衷跟契机是什么？当初的初衷，我觉得到现在都还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环境和整个资源也不一样。资源对，然后整个业界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大家叫我不要做，好像白痴。为什么不要做这件事情？因为我们房地产其实在不要说5年前、10几年前到20年前，其实算是一个很不透明的产业，因为那时候连实价登录都没有，所以买卖交易的纠纷啊跟诈骗其实是很多的。以现在来讲，算是政策相对完整，然后也有实价登录嘛。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好。那可是房地产这件事情，大家知识水平落差很大，就是消费者跟起造人，就我们讲建设公司就是盖房子就叫起造人。其实知识水平落差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跟法规还有跟专业技术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说我想要做出知识平行，然后让交易相对透明跟安全。在你当时候就有那么大的抱负，想要开地产公司啊，或者开到这么多设计公司啊等等，还是单纯就是我想要让资讯透明，我想要开个频道跟大家讲。比较偏向第二个，对 ，OK， 比较偏向单纯想分享。那你当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吗？你的团队？一开始我一个人，你就自己拍、自己剪、自己上片。对，一开始就自己拿一台，好可爱哦。那时候甚至我那些很重 ，OK， 架相机然后这样，然后来空拍，然后再自己去换机器，然后空拍机，然后再自己剪，对，他自己剪。那怎么要取名35线上商务？因为35就是赏屋的谐音。赏屋35，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问，但是我其实这是一开始我就有讲了。那我觉得35一个是好记啊，那给人家的印象对，就是35跟那印象，这个画面印象也蛮深的。对。那我其实第一次知道35线上，我们有一个，就是我们也是一群创作者，然后就有人说35的带货能力很强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到底是谁？没有，当时候就是他说他们带货都是金额跟那个数字，是因为你们都带一些比较大的金额的东西吧，可能电器啊什么的。然后我才知道说，有一个这种35线上这种东西，但当时候你已经算很红了啦，大概3年左右，2年前之类的。2年前有比较好，这个顺便讲一下，就是我们其实做了前3年，到第3年我们几乎是没有收到信，就没有收到广告有信哦。一般创作者，你很快就是你有些商品业配啊，对，就是会一直，我们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完全收不到。但真的是因为你的那个品相太特别，除非是建商的业配。而且我们所有的业务都是公司从出开发。那所以你刚刚说的业务，比较像是团购这种业务吗？不是，就是业配的业务。业配的业务。业配的业务是一开始全部自己开发。那你最开始开发的品项有哪些？大部分都是健康的开箱。OK。对，因为我们算是从健康开箱开始红的。因为健康开箱为什么红？是因为看影片去买房子很多。看影片就马上买了。应该是说看影片就去现场，就去现场了解嘛。然后去现场的人，当初我的想法是这样：我看完这个影片，如果我还愿意去现场，那是8、9不离10的。我剩下谈价钱。我懂。应该说，所有现在的那个新媒体，就是自媒体的这个模式，应该都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成交率就很高了。对，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把市场打开的。原本超难打开这个市场，因为我的同业，当然我年纪也比较大了，就跟我同样的年纪，大家的思想可能
会比较是偏一点传统吧。开始大家会觉得说，你不要把这个业界秘密讲出去，你把这讲出去了，你会挡人家财路。对。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做挡人财路的事情。你自己的心态怎么调试？这种事情是这样，因为不动产赚钱的人赚少，因为像82法则，对，它就是20%，然后赚非常非常多80%的钱。对，那可是我在做的内容是给大部分的消费者看，所以呢，消费者跟卖家吧是对立的。那可是因为消费者人比较多，就80%的人。所以我觉得在某一段时间，我受到的支持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它是可以支撑我继续走下去的。我觉得与其说支持，你是不是感觉到一股就是你在帮助人的那种力量？对，这个是我觉得一开始你在做善事。其实没有，因为初衷啊，对，初衷我就是希望做我刚刚讲知识平行跟交易透明。其实到现在我都还在做这件事情，而且我的企业规划里面还想要做就是线上代销，就是我们想要把交易的成本降到最低。就是我到现在都还在努力致力开发这样子的系统或是 app 这样。那你刚刚说从 YouTube 啊拍影片啊，到第2年、第3年才开始开箱一些建案接业配，那到下一个商业模式是什么？我后来发现所有的生意啊，都是来自于消费者的需求。对。那因为我们大概经营了2-3年，可能那时候粉丝可能超过10万，或超过20万了，就开始很多粉丝问说，你们有没有帮别人看合约？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收费，我是无偿的，因为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收费很奇怪，其实我们就没有这个收费标准。对，我们做了很多无偿的服务，单纯就是帮助粉丝。对，就是大大小小的，然后包含就是帮别人看，就是围绕改建或者是都更的内容。其实我们帮上百个地主看过他们的合建的契约，然后也是1毛钱都没有收。你本人吗？还是你有团队的帮忙？一开始是我自己，后来就找一些人帮忙。对，都有同事。再来就是开始有人问验屋嘛，因为大家看了我们影片去买房子。然后就是开始会有交屋的问题，其实契约也是一个问题，交屋是一个问题，然后最后装潢是一个问题，然后我就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生意。能够解决问题的都是商机，对，都是商机，因为全部都是需求，而且这些需求是硬需求，然后再来是这些需求相对也是金额大，可是也相对不透明哦，因为比如说装潢这件事情的价格其实就非常不透明嘛。对，所以只要是跟这些有关，我们就自己去定一个标准，然后就开始发展了好多的算是副业嘛，像代书啊，帮忙看合约啊，对，然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咨询，然后就开始做室内装修啊，智慧家电，对，还有一些小型工程啦。那因为有这些东西加进来，所以我们开始有其他东西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只有做不动产，对，后来就开始有家具、家电，对，那这些东西进来以后，我又就变成一个企业、一个集团的概念，对，我们就开始变广，然后才有现在的发展。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莫名其妙掉下来。对，因为我刚刚这样问，就是你在我眼中，你现在讲的谈吐啊，跟你现在讲分享这些故事，我觉得很可爱的是，感觉你当时完全没有料想到这么多事情，然后都是有这个需求，有这个机缘，怎么就变成这么大的公司了？你刚刚说了，初衷其实就很单纯，可是你的企图心可能是因为你有这么大，或者是你做什么事情有比较多的坚持啊，或者你做哪一些细节让你走到现在这样的规模，你自己回想。我觉得其实我算是蛮担心的。贪心哦。对，我蛮担心的，就是贪心这2个字，当然有比较好听的解释的方式。我懂。我觉得会有更好的用词。就企图心蛮大的。对，但是我很喜欢讲贪心。自嘲。对，我个性就是这样，然后我很想要把事情做大，也想做好，因为要做好，所以自己压力就很大。我算是给自己压力蛮大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俩都双鱼座，我懂。好，继续。我有跟你讲过我的作息时间吗？没有。我都早上9点出门。每一天从创业到现在。创业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夸张，到把公司做的比较有规模的时候。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。那你6点出门，你的一整天的行程是？以前我6点多出门就直接进公司了，然后后来早上出门的话，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先进健身房，然后可能8点左右再进公司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可能有算8个企业，8个小型的事业体。我一早来就是看每一件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事业体都是会有经理人，我一早来就是可以做这些事，因为我只有早晨的时间是自己的时间，然后只要开始上班以后，其实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，被分刮掉。每个人都有问题，对，每件事情都要被解决。对，即使是现在这样，我还要拍片，还要出课程。是不是有超多人问你的时间管理怎么管理的？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要分出去，就是我自己是没办法扛那么多事情，所以其实我们最欠缺的就是这种像经理人，就是能够独自完成事情的 PM 的概念啊，对，所以我就把这些事情要分出去嘛。我后来就发现，其实我自己的工作，一个是做决策，另外一个是拍片帮助大家。OK， 这个是无法被取代的。短时间，对，我也培养一
个那个主持人。我懂，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，就是我公司也没有你那么大，但是我觉得团队做起来之后，我发现我的时间太珍贵了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做一些别人无法取代，比如说我要拍片，我要去谈案，对之类的事情。因为你会被切割非常零碎，我也是，我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，对，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件事，我会给自己重新定义，其实我的工作应该是什么，因为一开始会什么东西都想为了收入，花时间剪片啊，花时间谈案子啊，对，而且尤其再是我们不是开了很多线下服务嘛，那线下的服务又很想要自己来把关那个品质，因为又觉得说怎么了，自己的品牌又砸了，对，尤其是网红品牌是很容易被黑的，放大检视，对，那很正常。我觉得做公众人物要面临的代价，可是后来我就重新定义自己，我的工作就是做决策，然后找问题。再就是拍影片。那你刚刚说，有到了一定规模之后，对你来说，一定规模，你现在公司多少人？其实我们公司算编制内的话，应该40-50个，但是还有很多是外包合作，编制外的，或者是像分公司，我懂，分公司跟关系企业，对，那如果全部加起来，可能大概80-90。好，据我了解，你还有类似像经纪公司、有钱人，甚至还有服装品牌。然后还有设计公司，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说，像你刚刚说可能需求就是商机，但是你怎么觉得你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，或者你就是嗅到它就是个机会，我就做做看。因为我也是这种人，就蛮多人问我这种问题，说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么多？就是因为贪心啦，因为贪心啦。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想尝试，人生就这么一辈子。对，我觉得贪心分2个层面，但第一个是我可能也喜欢，对，所以我想要尝试。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我可能赔得起赔得起的项目我会想要尝试。但是如果赔不起的项目，我不敢碰。老实说，算保守，但是敢去做一些新的尝试。那你刚刚说你有兴趣，是你对这些产业有兴趣，还是你的热情是在就做新的事情很有兴趣，还是对服装对这个人特别有兴趣？应该是对于成就感。我真正的目标是要 IPO 嘛，我想要上市，我想要自己盖房子，我想自己当建商，这你的目标。对，你的目标给自己几年？我老实说，就大概在45岁以前嘛。你现在不是也没几年吗？对，没几年。天哪！我算是把自己逼得蛮紧的，而且我从35岁以后，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达成率大概是80%以上，就我几乎设定的目标都会完成，但也有些失误的，可是我达成率我算过大概是80%，所以我算是很疯啦。我觉得很棒啊，就很有那个画面。那你最终目标呢？职业最终目标还就是盖房子？你的最理想是怎么样？你刚刚说45岁嘛，那可能50岁、60岁之后。老实说，这我都没有想过。应该是说，梦是每个人都有，可是我可能在人生的第30岁之后，我很多的梦都被自己打破了。怎么说？因为我有经历过失败嘛，我有经历过投资赔钱，赔到什么程度？2000，对，负债2000对，这个可以直接下标，这个很励志。那你当时是几岁？30出头。30出头，对。所以如果现在有人可能20几岁，然后觉得自己存款零，其实根本就他30出头负债2000，对。好，那你后来的心态，后来怎么走？这超出血的，这个我没有公开过，这没有公开过。所以我会讲说那个梦啊，我就从很敢幻想的双鱼座，就变成很务实的。你务实的同时，你还是勇敢的去做很多别人觉得是梦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是性格上蛮大的转换。应该说，我以前的人格特质就是一个非常不严谨的人，然后，但是我到现在，我公司连什么合约很多东西我自己都要看。就我们公司也是一个转变非常大。我们从一开始也是小公司，到现在全部都财务、税务都有签证，所以变成我缴税缴超多。那你有乖乖在缴，一定要有，就1毛都没少，包含自己的所得1毛都没少报。这件事情算是我一个很大的转变。就我老实说，我以前也是想要能够避税就避税，能够逃税就逃税，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话题，这我觉得是90%以上的中小企业对，但是我是经过打击以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你经过打击，你再爬起来那一步路是什么事情让你转变？或者某个人跟你说某句话，还是你跟你自己说什么事情，还是某一个机会来临？我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崩溃的，我有废在家里面的床上快要2个月过。大概几岁的时候？应该3、34。然后废在床上2个月。我不确定有什么契机，但我觉得可能家人那一段时间，我爸妈是完全不会逼我，他们可能会碎念说，人都那么大了，比较丧志。我跟我父母算蛮亲的，虽然我们是蛮亲的，但是因为我爸妈也是小时候都在外面上班，我从小到大可能就记住过2件事情。我妈跟我说，第一个就是人一定要靠自己，然后第二个是
人要守信用，就这样。这两件事情是我认为支持我走到现在，就是人一定要靠自己，是不要想要靠谁给我什么。因为我以前过往在投资或什么的，总是会有合作什么的，后来就觉得真的没有人靠得住，只有自己靠得住。然后第二个是信用的问题，要有诚信，就是人跟人之间，对，就这两件事情。这两件事情只要做好了，去哪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在我创355香肠以前，因为我中间不动产算经历蛮长时间，所以我有靠不动产赚过钱，但我也靠不动产赔过很多钱。但真正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没有印象。可能不是一个事件，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累积。对，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累积。我觉得就是慢慢在心里面发酵。那你有什么话想要感谢当时的自己吗？我这个人是不后悔的人，对，就是即使我那时候烂得要死，你也蛮感谢当时候有烂过。对，因为小时候就常常会听老师说什么你不听我话什么，你有后悔。我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我就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不会后悔的人，做错又做错，做错就是该死。当时我就是这样选择的，我不后悔我的选择。每一条路都，每一个拼图都造就了现在的你。对，即使受伤那也没关系，甘愿受这个伤，我就跟我自己说没关系，这是我选的。对，你觉得你现在公司有这么多人，几十位这么核心的员工，你觉得你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老板？不晓得，应该蛮怕我的吧？很怕你吗？你当时工作起来是比较有威严的。我也不晓得。Simon， 说一下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好老板啊！好老板，肯定不是这样。想的时候在发抖，工作的时候比较严肃，但是好老板。反正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，大家可能是离我比较远，而且我是这样，除了很早期的同事，就其他现有的同事，我几乎都没有他们IG。就我不会有他们的社群软体，他们都有自己的群组，但是都是不会有我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就是我也很怕我的出现会影响他们，就是同事跟同事之间可能就讲一些对真心话什么的。就如果我在这个群组里面可能这种话不敢讲，或是又要再开一个群组，所以我从来都不想要介入我们同事们的圈子。我也不晓得好还是不好。这也是我现在学习的，因为我也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想要跟他们变成妈吉，变成家人，然后想要知道他们的心事。真的有群组没有邀我，还会觉得还会心，就是会走心，我还玻璃心。对，我觉得需要时间去看开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我后来有在一本书上面看过，就是在讲企业管理的3审以下或是2审以下的小型公司其实是要的，要老板走进他们的生活。其实是要的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公司就是算是小，然后没有制度，大家本来靠的就是感情，靠的就是彼此。但是公司开始长大，就需要有制度的，需要有原则，因为需要管理，然后每个人要放对的位置。很多你的创始的伙伴到后来都有可能是你的旗下的在水一方，对，某一处的某一个 leader， 对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大概就希望说，你们也好，我就好。对啊。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在带人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心法，或者是你自己的独门秘方吗？还是就是照原则走？我觉得原则非常重要，然后再来是公私分明。所谓的公私分明是对自己也是，尤其是全部的人都会看。再来是我很喜欢跟我的同事们讲，或者是其他新同事说，你们在这边也是幸福的，因为你们不可能比我努力。我会觉得这样子，今天换成我是员工，我会想要去的一家公司是我老板在 carry 我，不是我是去为他做牛做马，那感觉是不一样。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或是老板，一定要保持对这个产业的企图心还有热忱，而且对生命是要有热情的。然后他一定要非常的冲，然后非常的有很多的想法，而且非常想要做，而且你还要一肩扛起，然后带大家往前冲。对，你要当那个往前冲的人。对，要突破。就我觉得这是比较 proud 的，跟他说，你们在这件事幸福的，因为你们只要有一半努力就可以。那你最后有什么想要对现在想要创业的人说？或者现在创业到一半，然后觉得自己好累的这些人？这个问题有点突然，就是刚刚你在问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头脑里面冒出很多事情，超多可以聊，超多想法。简单是说，就是创业就是要从现实开始。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创业嘛，我觉得创业的根本在于现实。因为很多人创业是想的美好，尤其是我以前，然后就天马行空的想，用想的在创业。对，或者是把创业想得很美好，都想最好的那一面。但是后来我又发现，创业一定要返回到现实。其实我算是有几个合伙人，但是我是主要在以目前的啦，我们的合伙的 partner 里面就有一个是专门打击我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每个人被打击都不爽，可是就是因为不爽，所以我要想方案克服
我被 challenge 的事情。对，那我只要把这件事情都克服了，我就几乎很趋近于没有缺失或是无懈可击。那我这件事情就可以持续下去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把你自己武装好，然后要很现实的，很现实。我们一定要找到落地的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反对的声音。这反对的声音，我觉得相对是重要的。可能是你的家人，跟自己的朋友，跟自己的另外一半，这都没问题。但不是所有的打击都要接受，因为有些打击根本不是个打击。对，就是自己那把尺，要想清楚。那你真的前面我们刚刚讲，你有7、8个事业体在跑，然后你又是一家这么大公司的老板，你怎么会想要再来开个线上课程？这应该是蛮多人想要问的，还是它就是一个趋势？然后跟你一样，就是想要贪心，就什么都想要做看。线上课程其实我觉得现在做算晚的，但是我的线上课程的课纲在2022年应该8月、9月就已经做完。讲很老实的，就是线上课程到底占了我的企业的产值的多少，就是可以帮我养多少人，这都很难说。它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大额的收益，有可能不算啦。其实它目前卖的还不错，也不能说它就是我依赖的一个应该说生产工具。可是做线上课程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书卖的应该超过1万本，所以我的课纲其实是现成的。我后来决定还是做线上课程，是因为我觉得包含我自己，我懒得看书，但是我真的有这个需求。学习的方式不一样，有的需求的人很多。对，然后我自己还是觉得说，我希望我会的东西啦，就是它当然也是一门学问，可是毕竟我也不是真正的什么教授还是博士，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多么顶尖的专家。可是我希望把我拥有的在这个产业里面这么多年来的经验，有些经验是非常不透明的，我希望有办法透过这样的课程去传承，因为毕竟有些跟 YouTube 很像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太公开了。尤其是我们订阅数够高的时候，真的是放大检视。对，所以有很多话不能讲，那我只能透过那个方式跟大家说明。对，让他传授知识的概念。就是对，把一些故事说出来。其实经过这个访问，从我第一题问你到刚好扣回到最后一题，我觉得我刚刚有个很深的体悟是，我觉得做线上课程有点像是回到你最初的初衷，就是你就是想要去让资讯更透明，你想要让大家的知识没有那么的不平等。那其实你在做线上课程，你在用一样的方式，一样用影片的方式，传授你脑里的知识，或是你所有的经验，变成一个精华，传授给大家。我觉得大概尽量。对啊，如果大家真的对于不管是房地产啊，或是买房购物，甚至你们真的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需求，但是你对于创业和这些我们双鱼天马行空的创业家，因为我知道双鱼有分很多种，有感情的啊，有活在当下的啊，糜烂的啊，也有这种某一派，其实很多对，其实很多。某一派是像我们这种，就是在事业上面蛮有梦，然后会实践去逐梦的这一派的人。希望以上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。对，然后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然后另外我们有拍另外一支是Ted 访问我在你的频道上面，那关于我们房子的一些 Q&A， 当然就很专业的回答了，相关的资讯都在这，我们下边见，拜拜。